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关于毛孔、粉刺、痘痘的问题。因为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需要戴口罩出去的，可能一整天下来，就算皮肤没有什么问题，也闷出一些痘痘、粉刺了。前一阵子我回去香港嘛，每天都要出去，几乎一整天都需要戴口罩。那个时候我的下巴长了不少粉刺，超级难搞的。目前终于已经好了，刚好就可以分享给大家我是怎么去除一些粉刺、痘痘的。好，那如果对以上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继续喽。首先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出去一直戴口罩，如果我们还会讲话，那口罩里面一定会闷了很多细菌。所以呢，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外面，口罩部分至少换2次，吃完饭之后呢就要换新的口罩了。口罩每一天都要更新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一些细菌的繁衍。如果刚出现一些痘痘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先用一些舒缓消炎的产品去辅助它，去稳定它。因为很多敏感肌发痘痘的时候，皮肤都是有一点敏感的状况，尤其敏感肌也特别容易闷出一些敏感痘。首先产品部分呢，很多都是我之前分享过的，我会稍微推荐一些对痘痘粉刺特别有效的舒缓产品。洗脸部分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去分享吧，我先从舒缓部分、精华部分开始分享。如果你一直戴口罩很常冒痘的朋友们，可以试试这一款的 Medicure 的茶树积雪草精华。这款精华对痘痘粉刺消炎部分有明显的帮助，涂抹后会有一个微微的清凉感，非常舒服，不会有刺激感哦。这个精华可以稳定你的痘痘部分。如果你每天都要戴口罩，又特别容易长痘，就可以配合这个安瓶去试试看哦。好，另外呢，那个痘痘冒出来，可能已经传染了，已经很难说擦东西就可以医好的状态。我会建议，可能你要配合一些能够代谢角质的一些产品。但是呢，敏感肌是不太能够一直去角质，也不太适合用很强的酸类的产品所以我会推荐大家用那种类似 SK2 的那种成分，半乳糖发酵物的成分哦。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多这一种成分的产品了，我会推荐一些给大家参考哦。那我手上这款是 Cynic 的神仙水，主要成分就是跟 SK2 的差不多，但是它使用起来会比较温和，而且它会有比较明显的保湿感，就算是敏感肌都可以驾驭。但是呢，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我也不建议每天去使用。你可以把它当成化妆水去使用，但是不要每天早晚去使用。粉刺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可以每天早晚去使用它，它可以有效帮助温和代谢角质层，有一些粉刺可以代谢出来，但是又不会有刺激感。它是没有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添加，没有任何香味，主要成分添加了 95.5% 的半乳糖发酵物，全成分只有14种哦。除了一些发酵物之外，它还添加了烟酰胺、绿茶提取物、腺苷、比菲德发酵物、乳酸菌发酵物。我觉得成分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好哦。这款神仙水我个人是很推荐的。其实涂抹完之后呢，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因为它也不是酸类。你用完这种产品之后呢，你可以配一些有舒缓消炎镇定效果的那种精华还有面霜，吸收完之后去叠擦在一起都是可以的。这个神仙水的这种成分呢，除了这个 Cynic 之外呢，还有这一款是蛮牛的，里面还加了烟酰胺的成分，它的主要成分也是半乳糖发酵物，全成分只有10种而已，主要的成分添加是 97% 的半乳糖发酵物，另外还添加了2% 的烟酰胺，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以及玻尿酸。我觉得这2个成分也是有点类似，只是这一款呢有一些乳酸菌发酵物添加量会再多一点，那这一款呢就是植物的萃取比较多一些。2款呢，我觉得使用感受都是比较温和，也是有明显的保湿感，质地都是偏水状，也很容易被皮肤吸收，很适合敏感肌使用哦。这个也是可以帮助代谢角质粉刺这一部分的，它也是没有香精、酒精、精油、PEG 添加，没有任何香味。我觉得这2款的保湿感呢，这一款的蛮优会比较再滋润一点，它的保湿感会再多一点点，但是其实2款都是蛮保湿。Cynic 这一款会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更清爽，也可以使用 Missha 的那一款，之前我分享过，可以去查查看。Missha 的也是有神仙水的成分。好，这个呢就是你每天去使用，用涂抹的方式去代谢角质。但是如果我的粉刺已经
经很严重，已经在堆叠了，单擦这些产品的代谢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所以我就会配合这种化学性的去角质的凝胶。这个我之前有分享过很多次了，你也不一定要用这个产品，如果你家里有其他的凝胶状是可以搓出屑屑的那种去角质霜，都可以拿来使用。那我手上这款呢会比较温和，成分也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主要成分是有一些植物的发酵物，成分是非常天然，使用的感受也是比较温和的，而且效果也很不错。它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去角质啊，所以你不要奢望它用完之后像磨皮一样的那个效果，但是会有很明显的，你会发现那个平滑度变好了，之后的产品会比较容易吸收，摸起来会比较滑一点。那这种呢会比较温和一点，所以当你皮肤已经有问题的时候，一周可能要使用个1-2次，可以的话就局部使用。像我们戴口罩，可能下巴部分呢会比较容易堆积角质层，会有一些油脂，这些部分呢就可以1周用个2次。那其他皮肤比较没有问题了，也不要给它太多的刺激了。像这种半乳糖发酵物的那种代谢角质的成分，也不适合每天全年使用，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局部的使用哦。这一种的化学性的去角质霜呢，其实选择也蛮多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之后再做一集去分享一些比较温和型的去角质霜的推荐哦。今天我是以比较敏感肌的状况去分享痘痘的问题，所以呢，这些产品都是偏温和的。如果是比较正常健康的皮肤啊，可以用在剧烈一点点的，用果酸类的产品都是很适合。这一点要注意啊，要看你皮肤的耐受度哦。那去完角质之后，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用涂抹的方式帮助加速代谢部分。那如果你觉得擦这些产品还是觉得太慢，代谢的效果还是没有太明显的话，你就可以换成酸类的产品。这个是果酸哦，这一款是 COSRX 的水杨酸跟果酸的 toner， 你就把它当成化妆水的部分去使用。它是用喷的，它的喷头还不错，我觉得蛮好用的。我喜欢喷，但是我喜欢很近的距离去喷，然后去用手涂抹。这个呢，真的不太适合敏感肌每天长期去使用。但是呢，对于一些粉刺形成的，像这些类爆性的粉刺，摸起来凹凸不平，但是又不是痘痘，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很适合用这一类的产品哦。我之前呢，在香港回来之后呢，在我的脸侧下巴这边出了超级多的类爆粉刺，是很难去除的。我就用了很多方式，我也擦了这个半乳糖发酵物，我觉得有一些作用，可是真的是很慢，因为它比较温和嘛。后来我用这个产品，它的代谢效果非常好，在果酸的产品里面，它算是比较温和，用在皮肤上不会有任何刺痛感，真的是很像用水的感觉而已。它是很清爽的，还是会有一点点保湿度。每天早上我是局部使用，我不会全脸用，因为全脸用还是会有点刺激的。我每天用在角质层比较厚的地方，比较有需求的地方，这个类爆粉刺真的有减少哦，有时候会突然掉出1-2克的粉刺出来。它也是属于偏温和型的果酸，还是需要长一点时间。我大概是使用2-3个礼拜左右吧，那个类爆粉刺大概已经好了8到9成了。但是我可能涂抹的过程还是多少会沾到一些其他皮肤。我发现用了一段时间，我的皮肤感觉有一点刺激感了，所以我就停止使用，先修复，然后换成半乳糖发酵物，就暂停使用这个果酸的产品了。我大概花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吧，那个类爆粉刺全部清了。先讲一下这个果酸的化妆水成分，它的全成分只有11种，主要成分添加了济州的矿泉水、白柳树皮水、苹果水、乙醇酸、甜菜碱、水杨酸、乳酸钠、料囊素 B5 等等的成分。成分都是很天然、很单纯的，我也蛮推荐它的。这个就蛮适合长痘痘粉刺的朋友们了。它是没有任何香味，也没有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的添加哦。好，如果你想要加强再加强去急救这些类爆粉刺的朋友们，就可以去完角质之后再加这个梨膜。这2个梨膜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它2个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梨膜，也是适合所有肌肤使用。如果想要去油力强一点，就用 Replane 这一款的梨膜。Replane 这一款是积雪草的梨膜， SH 这一款是艾草的梨膜，2款都特别适合敏感肌、发炎、痘痘皮肤使用，可以加强深层清洁的部分。但是使用梨膜的时候要注意，等它大概半
半干的时候就要把它冲洗掉，因为它到后面会越来越干，太干的话也会引起皮肤的过敏现象哦。用完泥膜的时候，我会建议一定要敷一些保湿的面膜，你可以敷一些能够消炎镇定的保湿面膜，像我手上这一款，这个也是分享很多次，这个 Bondu 的艾草面膜，它的成分只有23种哦，主要成分是艾草的提取物，它对舒缓敏感痘痘非常的显著哦，而且它的保湿效果也很好，也没有添加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主要成分添加83.39% 的艾草叶提取物，还有烟酰胺、积雪草提取物、甘草酸2钾、乳酸菌发酵物以及多种的植物提取物，对于消炎、敏感、修复都是很好的。这个急救部分就可以敷完泥膜之后再敷个面膜了，或是平常去完角质敷这个也可以，也不一定要整套做啦。我只是说要急救深层清洁才会加泥膜这部分哦。这种面膜也可以当做平常的保养。那面膜部分呢，我会建议1周最多用3次，不要每天用，除非你皮肤很干很需要，可以挑一些成分比较好的，不要有刺激的成分，不要太复杂的面膜，其实还是可以每天敷。但是我只建议很干的皮肤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每天用哦。这个面膜很推荐到第2的阶段，就是你的皮肤已经慢慢恢复了，但是还是有一点不稳定，这个时候呢，代谢角质的那些产品呢，就可能不太能够每天使用了，因为用久了皮肤也是会有点脆弱，会敏感。你可以换成抗氧化控油效果比较好的化妆水。那我今天特别推荐的是绿茶的成分，因为我发现绿茶这个成分在我皮肤突发性发炎比较容易长痘的时候使用它非常的显著，而且它不会有任何刺激的问题，反而是有舒缓的效果。Kiss&Tree 的化妆水我之前有分享过，详细内容可以看回那一集哦。那这款化妆水的浓度会比较浓一点，保湿度比较好，但是它很好吸收哦。有使用它的那一天的皮肤通常出油量都会比较少哦，但是它的质地是保湿的，用的时候不会干，所以干性肌肤也适合使用，只是它会对于控油部分会有明显的帮助。然后我也觉得用它比较不容易长新的粉刺，会比较稳定。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因为它颜色比较深，蛮像酱油的，所以多少都会有一点点黄黄的咖啡色，只是看起来不会很明显的。我个人是还好，因为我用完它之后还会用物理性防晒，我用的物理性防晒本身就有一点点泛白的效果，所以综合在一起就变成正常的肤色。这一点就看你个人会不会介意。那如果你介意的话，也可以晚上的时候才用。那我个人使用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啦，不太会影响，真的一点点而已。如果你觉得真的非常介意，但又很想要使用绿茶这个成分，就可以用这款 One Thing 的绿茶化妆水。这款是绿茶的萃取，成分里面有95% 都是绿茶的提取物，成分只有6种而已。除了绿茶提取物，就是多醇类的保湿成分而已。它的质地呢就会再水一点，会更加清爽，也是会有一点点保湿感，但是它是属于比较清爽。涂抹完之后没多久呢，脸部就是干爽的。虽然它也是咖啡色，但是它没有任何的颜色残留哦，所以也比较不影响。那这2款的绿茶成分也是比较高的，这款是80% 的绿茶成分，这款是95%，就看你的个人喜好吧。我觉得2款使用感受都很好的。这个绿茶成分呢，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平衡皮肤的出油量之外，又有很强很好的抗氧化的功能。另外我最意外的是，对于我突发性的敏感状况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容易长敏感痘的朋友们呢，用绿茶这个成分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如果你想要加强局部的一些痘痘部分呢，就可以用这种痘痘精华。那我手上这一款的是 Novosen 的痘痘精华，这款之前有分享过，我觉得它蛮好用的，还蛮有效，而且涂抹的时候是有清凉感的，很舒服。它的质地真的是精华液的质地，流动性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大家挤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它的内容物是绿色半透明的精华液形态，涂抹开是很水润的，会有明显的清凉感呢，但是不觉得会有刺激感，反而是蛮舒服的。觉得它的消炎能力还蛮不错，而且也是属于偏温和型，想要重点消炎急救的话就可以使用它了。它的成分也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和 PEG， 是有添加一点点精油的部分，成分也是属于比较天然，很适合敏感肌的。如果你的痘痘是属于敏感痘的类型呢，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们也可以用这款 Beplan 的 Cicatrol 重点的痘痘精华。那这款呢，除了可以擦痘痘之外，也可以擦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地方哦。你也可以全脸擦的。前一阵子我才分享过，这款精华越用越好用，真的是非常的有效。有一些干起的发炎痘啊，它都有舒缓的帮助哦。还有对于伤口部分，它会
会加速它的痊愈的效果，能够加强皮肤的修复力。使用时候会有很轻微、很微弱的清凉感，我觉得还蛮舒服的。而且质地也是有保湿感，但是很清爽，不会有黏腻油腻的感觉，特别的温和。第二个阶段呢，我就讲完了。最后就是境界部分。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处于那个角质层真的很厚，已经有点乱七八糟的，有的比较薄，有的比较厚，就是像火山正在酝酿想要爆发的时候，我会建议你用视黄醇的产品，就是 A 酸类的产品呢。我个人是敏感肌，但是我用 A 醇是没有问题。当初呢，第一次使用是比较会有刺激感，那其实这个反应是正常的，你只要控制好你使用它的方式，还有你挑选浓度比较低的去使用就好了。然后呢，最重要是配合一些舒缓镇定的保湿成分一起使用，皮肤的刺激度就会大大的降低。视黄醇呢，它也是可以更新皮肤的角质，但是它的效果会比我刚刚分享的会更加的剧烈一点，直接帮你整个肌肤大扫除，然后皮肤脱完皮更新完之后就变得非常平滑，痘痘也会代谢掉。所以在我皮肤真的搞不定乱七八糟，懒得慢慢调理了，就会用视黄醇的产品哦。那目前手上这一款呢是属于比较温和的，肤感也很好，比较不会偏油，但是呢它的保湿度也不错的。这款是 Cosrx 的视黄醇的面霜，它的视黄醇有 0.1% 的，属于比较温和型的，你也可以当成是入门款。这款产品呢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哦。关于视黄醇的使用方式，我就不多讲解了，网络上超级多，或者是你真的不太了解，也可以留言给我，我就回答你。也可以看回我之前的 AHC 的 A 醇系列的产品分享，那个影片也有详细的分享我使用 A 醇的一些过程。好，大扫除之后呢，就要注意防晒。其实每天都要注意防晒了，只是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他们有一些人皮肤已经常常长痘，要戴口罩。我真的非常的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任何需求的话，不要用底妆类的产品呢。加上你要戴口罩的话，那个真的没办法，就算成分再好，还是会多少影响到皮肤稳定的状况，而且它还是会闷皮肤，会制造更多的粉刺痘痘哦。所以如果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用了。如果真的要用的话，我之后会分享的。那平常的话，防晒部分我会建议用物理性防晒。物理性防晒呢，它的氧化性二氧化钛这个成分本身就可以消炎稳定肌肤，所以温和防晒的同时，也可以顺便帮你做消炎的部分哦。那我个人推荐这一款 Innisfree 的 Cica 的防晒，它的主要成分呢，除了氧化锌的防晒成分之外呢，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这款我用很久了，其实剩下一点点而已。之前我有用掉一瓶大的，还有一瓶小的，这个已经是新开封的，我几乎每天都用它。出国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带它，因为它对于舒缓效果真的很有帮助，而且它质地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很适合。它是属于很顺滑的膏体，非常的好推开，然后它还有一点点提亮皮肤的效果。你可以说有一点点泛白，但是它是属于比较自然型，有一点提亮肤色的效果。而且用完它之后再化妆再叠擦其他东西都不会影响哦，它也不会让我皮肤觉得拔干，然后也不会看起来皮肤很油亮，所以感觉是蛮干净的，也很适合戴口罩的时候使用。同时我也能够感受到它是能够帮助皮肤舒缓稳定的。这个防晒也是我年度爱用的防晒之一哦，它真的很好用，不论是油皮干皮，我觉得用它都是适合。当然如果你是大油皮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你用 Dr. G 的绿色那款的物理性防晒，还有 Torridon 的 Dive In 那款防晒。因为那两款防晒呢，用完之后呢，会有点反吸皮肤的油分，看起来会比较阳光，可能油皮的朋友们会比较喜欢。而且同时抓皮肤抓的比较牢，另两款防晒都比较不容易掉，所以卸妆部分要小心卸干净一点。这款防晒我觉得清洗方面算是比较容易，成分跟肤感都很好，所以很推荐。好，那今天的产品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哦。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响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